你穿越到古代，看到一点红的人在参加葬礼，于是你上去一顿忽悠，把葬礼说成是婚礼。一点红的人疑惑，你加大忽悠力，成功让一点红的人把葬礼文化当成婚礼文化带回了他们的国家。丁，恭喜宿主忽悠成功，检测到宿主忽悠对象为一点红的人，检测到因为宿主的忽悠，一点红的人国家因此带来文化影响，获得忽悠点数10万点。你是一个穿越者，穿越到了平行世界的古代，成为一个皇朝的皇子，因为体弱多病，被皇帝封为了逍遥王。逍遥一生享受安乐，就在你阳寿耗尽之前，意外觉醒了大忽悠系统。丁，恭喜宿主激活大忽悠系统。你通过系统知晓，只要你忽悠成功，就能产生忽悠点数，可以通过忽悠点数在系统商城兑换任何东西，包括寿命。你看着个人面板上战5渣的实力和仅剩不多的寿命，果断开启忽悠人生。激活系统后，你看着仅剩3天的阳寿，心急如焚。你打开了系统商城页面，查看多少点数才能兑换阳寿。10万点数只能换来1年阳寿，你必须立刻开始忽悠。你环顾四周，最先看到的是守在书房外的贴身侍卫。你有病得治。你见侍卫疑惑，于是继续说道：不信的话，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如果做完你依旧没有任何病症，本王给你100两银子。你拿出银子放在侍卫面前，在银子的诱惑下，侍卫按照你说的先去外面跑圈做剧烈运动，等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汗如雨下。你让侍卫蹲下身，然后迅速起来，侍卫照你说的做，蹲下身并且迅速起身。突然之间，侍卫2眼冒着金星向后倒去。怎么样，本王没说错吧？你有病得治，求王爷救我。丁，恭喜宿主忽悠成功，检测到忽悠影响程度为0，奖励忽悠点数1点。你疑惑为什么忽悠点数才1点？系统告知忽悠效果根据影响深度与影响广度判定，忽悠个体收益极低，忽悠团体收益中等。若能忽悠一国，扭曲其文化认知，方可获得海量点数及特殊奖励。于是你决定再试试。你要离开王府去外面试试，在你准备离开，侍卫抱住你的腿。王爷救我啊！你从身体上搓出一颗污垢丸，丢给侍卫。这东西吃了就没事。侍卫二话没说，直接吃了。等你离开后，侍卫站起身，发现头不晕了，走路稳了。王爷什么时候成神医了？离开王府，你直奔将军府。你决定拿萧云山这位退休的老将军做实验，只要能忽悠成功，以萧云山在军中的影响力，应该能触发影响深度和影响广度的判断。你找到了萧云山，把广播体操对着萧云山一顿输出。萧云山不信，找来侍卫做广播体操。现在开始做第8套广播体操。萧云山看着侍卫做的广播体操，双眼放光，不断点头，决定把这套广播体操普及到全军，这样不光能强身健体，还能训练肢体协调能力。丁，恭喜宿主忽悠成功，检测到忽悠影响程度为100，奖励忽悠点数1000点。你双眼放光，找到了一条忽悠的路子，于是你立刻进宫找皇帝一顿忽悠。因为皇帝是一国之君，影响程度很大，在你的一顿忽悠下，皇帝大手一挥，普及9年义务教育，你因此获得了10万的忽悠点数。可这还远远不够，10万的忽悠点数也就仅仅换来1年的阳寿。你不敢忽悠别的，怕动摇国本。就在你一筹莫展之际，你看到了从面前走过的一点红的人，你的嘴角无法抑制地扬起一抹痞笑，仿佛看到了2座行走的点数宝库。忽悠个人有什么意思？要玩就玩把大的。小日子们，准备好接受本王为你们量身定制的文化洗礼了吗？你穿越到古代，看到一点红的人在参加葬礼，于是你上去一顿忽悠，把葬礼说成是婚礼。一点红的人疑惑，你加大忽悠力，成功让一点红的人把葬礼文化当成婚礼文化带回了他们的国家。丁，恭喜宿主忽悠成功，检测到宿主忽悠对象为一点红的人，检测到因为宿主的忽悠，一点红的人国家因此带来文化影响，获得忽悠点数10万点。2个一点红的人正对着一条庄严肃穆的出殡队伍指指点点，其中一个人还拿出笔记记录。你整理了一下衣袍，脸上挂起悲天悯人又高深莫测的表情，快步走了过去。好巧啊，红木君、秋游小姐，2位可是我们的经史之礼感到好奇。逍遥王殿下，你说的经史之礼是天朝圣帝对葬礼的称呼吗？这不是葬礼，这是我们的婚礼。殿下，这种愿拜仪痛苦，关国践行，分明是丧礼，殿下莫要戏弄我等。肤浅，红色婚仪取悦繁衍，白色婚仪沟通天地，此乃上古白无垢之礼，新娘心如白玉，爱情纯净无瑕。这白色是至高的纯洁。那哭声何解？喜悦为何哭泣？你们可有听闻喜极而泣这个词？在我天朝圣地，嫁女儿是隆重且庄严的，养了10几20年的女儿，即将成为他人的妻子，从此本家变娘家。试问父母如何不伤心不难过？试问亲戚朋友如何不来送行？至喜无效，至情乃悲，此乃喜极而泣之至高境界。哭声越大，代表情感越真挚，对婚姻越发敬畏，此为大喜若悲。你们那笑嘻嘻的婚礼，才是对神圣的亵渎。那卢侯都，可那棺椁又作何解释？总不会是假装吧？此乃同心果，内放嫁衣信物，象征将就我埋葬，新生从此开始。此乃生命轮回之大哲学，向死而生，懂吗？殿下
并非我等不信你，只是我等是委派来天朝省了学习的。如果就这么草率记录，回去我们的储君会惩罚我们。你没想到这两个一点红的人如此谨慎，准备进一步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谁知他们竟然询问旁边的百姓，这让你不由得心下一紧。万一旁边的百姓说漏了嘴，你刚才所做的一切就是徒劳，日后还想要继续忽悠，只会难上加难。你穿越到古代，看到一点红的人在参加葬礼，于是你上去一顿忽悠，把葬礼说成是婚礼。一点红的人疑惑，你加大忽悠力，成功让一点红的人把葬礼文化当成婚礼文化带回了他们的国家。老人家，请问这里是在举办什么隆重的仪式吗？你们不是我天朝圣地的？是的，我们是从海的另一边过来天朝圣的学习的。这样啊，我们天朝圣地很好客的。我跟你说，这是有钱人家嫁女儿啊，10里白妆，棺材里面啊，那都是装嫁妆的，规矩大着呢。我操！你没想到大爷竟成了最完美的神助攻，红木加斯和秋油烟机如遭雷击，猛地回头看你，眼中最后一丝疑虑彻底粉碎，变成了无尽的震撼与崇拜。在下愚钝，多谢殿下点拨。原来如此，10里白妆，棺椁嫁妆，博大精深，博大精深啊！快记录下来。秋油烟机在一旁飞速记录，你的脑海传来系统的提示声。丁，恭喜宿主忽悠成功，检测到宿主忽悠对象为一点红的人，检测到因为宿主的忽悠，一点红的人国家因此带来文化影响，获得忽悠点数10万点。稳了，什么叫专业？这就叫专业。你想着下一个该忽悠他们什么？是把咱的坐凳当寿司盘供起来，还是其他的？成功忽悠一点红使团，获得1年寿元奖励后，你感觉自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忽悠自家人还得顾及国情社稷，忽悠外人那是毫无心理负担，还能赚得盆满钵满。你立刻进宫，直奔御书房。父皇，儿臣今日痛定思痛，深感身为皇子，当为国分忧。如今万国来朝，外交之事关乎国体，儿臣愿担此重任，请父皇册封儿臣为外交使者，专司接待外邦使团，扬我国威。哦，你此前体弱，朕才封你逍遥王，如今怎有此雄心？儿臣在病中苦读先贤典籍，于文化一道略有心得，正可用于教化外邦，使其沐浴天恩。皇帝尚未开口，一旁负责外交事务的三皇子李宣明坐不住了，这可是一块流油的肥菜。九弟此言差矣，外交之事关乎国家颜面，需学识渊博、辩才无碍之人。你久病初愈，怕是连论语都背不全，如何能与外邦使臣论道？岂不是贻笑大方？三哥此言是以文采高低论英雄，殊不知教化外邦有时需用非常之道。非常之道，我看是歪门邪道。既然九弟自信满满，敢不敢与为兄比斗？若你赢了，这外交使之位，我拱手相让；若你输了，从此便安心做你的逍遥王，莫再插手朝政。准了，3日后于太极殿前，朕亲自评判。消息传出，举朝哗然。谁都知道九皇子是个病秧子，文不成武不就，这分明是三皇子的刁难。你回到府中，却不见丝毫慌乱，打开系统商城，把唐诗宋词所有能买的全都买了，以防万一。你还买了几本武功傍身。为了让你出尽洋相，遗臭万年，三皇子不竭余力地宣传比斗的事情，甚至还邀请了外国使团，美其名曰共赏天朝文华。3日时间很快就到，太极殿前广场旌旗招展，不仅文武百官齐聚，更有三皇子特意邀请的一点红、盐菜、西域等数国使团位列观礼席，场面宏大，气氛肃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场中两人身上，意气风发的三皇子李宣明与面色依旧带着几分病态苍白的你。作为穿越者的你，拥有系统在身，三皇子是在和华夏5000年的才子比斗，不管是吟诗作对或者词曲创作，都是旷世佳作，直指人心深处。文臣武将们瞠目结舌，细细品味。使臣们虽不通其律，却能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意境之美，与三皇子的所有作品直白地形成鲜明对比，高下立判。父皇外交之事，有时也需武勇傍身，不致让蛮夷小觑。儿臣恳请父皇第3场以武力为题，我与九弟切磋，点到为止。可，那就画圈为地，出圈者输。你和三皇子没有花里胡哨的打斗，也没有绚丽的特效视觉，毕竟这些都要经费。只见三皇子持剑朝你冲来，系统兑换一次性衰运卡给三皇子使用。丁，兑换成功，检测到三皇子有国运加深，一次性衰运卡效果减半。就算是效果减半的衰运卡也不容小觑。只见持剑冲过来的三皇子脚崴了，一个狗吃屎摔出了圈外，长剑飞起，落地刚好落在三皇子两腿中间，只差一点，他的弟弟就死了。片刻的死寂后，爆发出震天的呼啸声，连腌菜的使臣都笑得捂住了肚子。三皇子瘫坐在地上，被吓得毫无血色。父皇，诸位都看见了，他自己冲出去的，儿臣可没碰到他分毫。宣一啊，宣一，你果然总是能让朕惊喜，文采斐然，机智过人，连这运气都非同一般。看来外交使臣一职非你莫属了。圣旨下达，你正式成为外交迎宾使，负责接待外来使团，
你看着在场的外来使团，心想着下一个要忽悠谁。你刚被册封为迎宾使，就被一点红使团红木热情邀请至驿馆参加宴席。只是你穿越而来，始终不习惯这时代贵族们正襟危坐的之种，觉得坐着憋屈，哪怕是吃饭的时候，也会偷偷把之种挪到一旁，还顺手将吃不完的几片生鱼片和炸放在了上面，当一个临时的剩菜台。炸是源自古代，用米饭发酵保存鱼肉。米饭作为发酵剂，最初常被丢弃，主要食用发酵后的鱼，后来传到一点红，就成了现在的寿司。红木加斯眼尖地注意到你的举动，尤其是看到你将食物庄重地置于之种光滑的版面上，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大的困惑与一丝敬畏。请恕外臣冒昧，您方才将食物置于之种之上，可是在行某种我等为之的孤立？你先是一愣，看向那个放着剩菜的之种，瞬间明白他们产生了天大的误会。你脑中灵光一闪，决定将错就错，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本想随心而行，不料使者竟有如此慧眼，看破了本王这随心之理。愿问气象。尔等可知，此物虽名为之种，日常用于安坐。然据上古一书记载，在尧舜禹汤之世，圣王行事，道法自然，不拘于形。这之种因其木质敦厚，清净人参，反得人体之温润，最能调和食性。将块生鱼片与此榨汁精华置于其上，并非随意为之，此乃令其褪去烟火降气，回归自然本。片刻之后食之，其味更鲜，其性更纯，仿佛得天地灵气滋养，此谓以人气温润之。返璞归真，拿之榨只取其余生，亦是此理。然也。榨汁古法，米饭仅为发酵之饮，攻成后变为浊物，如同宝珠之毒，当弃之而取精华。尔等如今连毒带珠一并吞下，岂非舍本逐末？你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再次成功将自己的挑食包装成了遵循上古智慧的玄学。一点红使团被你这番引经据典、虚实结合的高论彻底折服。他们看着那普通的汁种和上面的剩菜，眼神充满了朝圣般的光芒。天下真乃天人也！一番颠簸，令外臣茅塞顿开。原来真正的饮食大道，在于道法自然，返璞归真。此等随行之礼与欺犯之法，实乃无上妙谛。我等定将谨记于心，传于国内。丁，恭喜宿主忽悠成功，检测到宿主成功利用真实历史器物之种与个人生活习惯，完成了一次逻辑自洽、引经据典的高级文化忽悠，改变一点红国家的文化，获得忽悠点数10万点。又一次获得10万点数，你满意的笑了。果然这忽悠还得是忽悠外人，那是毫无心理负担，就是不知道他们回去后什么时候才会掀起一股坐在屁股下的才是美食神器的新风尚。为了继续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忽悠一点红，你带着一点红使团来到京郊视察民情，行至一处村落，恰见2个刚干完农活的精壮农夫因灌溉用水之事争执起来，两人一言不合，竟大吼一声，猛地扯掉上身汗衫，赤着精壮的上身，仅穿着贴身的白色独鼻坤，相扑的丁字裤就在田埂上如同脚底力士般翻滚决力起来，古铜色的肌肉在阳光下分张扭动，吼声浑厚，充满了最原始的力量。一点红使团何曾见过天朝平民也如此好斗勇武，一时间都被这充满野性的场面震慑住了。红木加斯看着那2个农夫身上块块隆起的肌肉和那毫不留情的摔打招式，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叹。天下真乃天朝上国，连寻常农夫都如此勇猛好斗，气势惊人。若在我国，此等壮士必被大明招为武士。贵国百姓的勇武之风究竟从何而来？你看着那2个扭打在一起的农夫，在瞥见红木等人那羡慕惊叹的眼神，嘴角的笑容就连 AK47都难以压制。你知道又能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忽悠他们了。红木使者，你只看到了表象，他们的勇武并非天生，而是源于他们所穿之物。红木加斯一愣，顺着你的目光，这才真正注意到农夫下身那条格外醒目的白色独臂坤。他之前完全被上半身的肌肉吸引，此刻才聚焦于此。所穿之物，殿下是指那条短裤？2个农夫身上穿的叫独臂坤，是早期底层劳动者或市井无赖为了便于劳作而穿的简易内衣，形似牛鼻，故名，在士大夫眼中是不雅的象征。但你不会就这么说出来，你要将其包装下，再忽悠给一点红那边。短裤，此物名曰刑天裤，乃上古战神刑天被斩首后仍以乳为目，以其为口，执干戚而舞，其不屈战役所化之圣物。你开始将忽悠提升到哲学与玄学的高度。此裤形制，上承丹田之气，下锁精元之本。穿着此物劳作或决斗，能时刻提醒武者忘却生死荣辱，仅存战斗本能。它能将人体的束缚降至最低，让力量在腰间凝聚爆发，更能汲取大地之气，激发血脉中沉睡的远古战魂。可惜后世文人体弱胆怯，见其质朴便斥为不雅，令此圣物蒙尘，只能流传于民间与军中底层。殊不知，正是这看似不雅的刑天裤，才默默守护着我天朝圣地民族的血性与勇力。你看那庙堂之上，宽袍博带者，可有此等冲天豪气？一点红使团被你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彻底折服，再次看向那2条沾满泥土的独臂坤时，眼神已充满了无比的狂热与敬畏。他终于明白了天朝圣地武力强大的秘密。原来如此，竟是战神意志的载体。外臣一直疑惑，为何天朝能屡出猛将？原来根源在此，在于这融入百姓日常的勇武之苦。此等神意，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啊！求有将速速将其记下。
宿主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忽悠成功，成功引导使团改变一点红国家的文化影响，获得忽悠点数10万点。一点红使团成员们在看向任何一个穿着独臂昆劳作的天朝百姓时，眼神都充满了肃然起敬。他们坚信自己发现了这个强大帝国最不为人知的底蕴，而你心里还在盘算要怎么继续忽悠他们。一点红使团被你忽悠的以为功德圆满，即将启程回国。红木加斯和秋油烟姬特意到你的逍遥王府辞行，千恩万谢，言语间充满了对天朝圣地的无限敬仰和对你的敬佩，滔滔不绝。你笑着将他们送走，转身看着系统里虽然丰厚但已停止快速增长的点数，不由得摸了摸下巴。这一点红使团一走，肥羊就少了一只啊，得抓紧时间去寻摸下一个。就在这时，宫内太监前来传旨，陛下召见你，你立刻整理衣冠，前往皇宫。宣一，一点红使团已走，已接待有功。今日鸿胪寺上报，燕蔡国使团已至京郊，不日将入朝觐见。你既为迎宾使，接待之事仍需你多多费心。你听到燕蔡国使团几个字，眼中瞬间爆发出如同饿狼见到肥羊般的金光，但迅速低下头掩饰。儿臣领旨，定当让燕蔡使团也充分领略我天朝上国的宏伟气象与文化底蕴。你表面上故作镇定，实则心中狂喜，这新的经验包不对，是新的友好邻邦不就来了？你强压着内心的兴奋，倒退后脚步轻快地走出御书房，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该如何对燕蔡使团下手，是先忽悠他们的泡菜呢，还是先给他们也普及一下丧葬文化呢？然而系统的急速叮咚声突然在你脑海中响起，打断了你的畅想。警告：检测到文化传播链条发生预料外分支，正在评估影响。你被系统提示弄得一愣，与此同时，系统在你眼前投射出一段半透明的影像，正是一点红使团离开前，在驿馆与刚刚抵达的燕蔡使团友好交流的场景。驿馆内，一点红使团首领红木一脸得到高人的优越感，对燕蔡正是金人存侃侃而谈。今使者，尔等初来天朝，可知何为真正的贵族婚姻？非是尔等所想的喧闹红妆，而是那肃穆纯净、沟通天地的白无垢之礼。白无垢，红木使者，此言何解？此乃天朝逍遥王殿下经手之无上妙法，婚仪之素白，象征新娘心灵至纯，仪式须肃穆，乃至喜无效，知情乃悲的大喜若悲之高境界。你没想到红木加斯这嘴遁着实了得，不光曲解了你忽悠的丧葬文化，还增添了自己脑补的设定。金人存和燕蔡使团众人听得目瞪口呆，他们从未听过如此高深的婚嫁理论，但见红木说的言之凿凿，引经据典，虽然都是歪理，又联想到一点红一向以深入学习华夏文化自居，心中便信了7、8分。妙啊！原来天朝最高深的婚姻竟是如此，怪不得我等之前总是接着皮毛。红木使者真乃一席话点醒梦中人，此等真传，我等定要带回国内，让我燕蔡婚仪也不如此等神圣殿堂。丁，检测到宿主前期对一点红使团的忽悠成果，已通过文化传播链条被燕蔡使团全盘接收，并信以为真，成功间接忽悠燕蔡国对葬礼文化的偏向认知，获得忽悠点数10万点。影像消失，你愣在皇宫的走廊上，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难以置信，最后化为一阵几乎要憋出内伤的大笑。哈哈哈，还有这种好事？我还没出手，他们自己就抄上作业了，还是抄的错误答案，这简直就是白嫖啊！你看着系统账户里凭空多出的10万点数，真的是人在家中坐，点数添上来。你觉得以后不需要自己忽悠了，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互传染才行。你在府中设下宴席，专门款待燕蔡国使团。然而当使团正使金人存与副使等人满怀期待的入席后，却发现偌大的餐桌上，除了每人面前一碗白米饭，中央只孤零零地摆着几碟色泽朴素，甚至有些寒酸的泡菜。逍遥王殿下，这便是天朝宽待外邦使节的宴席，唯有这聚菜与摆饭，莫非是我等有何处得罪了殿下？你早已料到对方反应，不慌不忙地夹起一筷子泡菜，放入口中细细咀嚼，脸上浮现出一种品尝珍馐美味的陶醉神情，半晌才缓缓开口：金使者，肤浅了，本王以此宴客，非是怠慢，而是因尔等燕蔡国举国上下皆身处宝山而不自知，本王这是在点化尔等。宝山，殿下此言何意？这区区聚菜。你放下筷子，目光如炬，声音陡然变得洪亮而充满力量。问得好，金使者，你燕蔡国是否地处北方，冬季苦寒，草木凋零，食物匮乏？正是。是否盐铁等重要物资有时一显紧缺？殿下明鉴。那你看此物，在尔等眼中是居菜，在本王眼中却是你燕蔡国上天赐予的救国之宝，是蕴含了阴阳五行、生存之道的无上圣物。租是古代的泡菜，在古代我们用古老的腌菜技术，利用盐与发酵保存蔬菜，是古代重要的越冬储备食物。你开始你的终极忽悠，将普通的泡菜拔高到战略和哲学层面。其一，应对寒冬，储备粮草，此法能将夏秋丰盈之蔬菜保存至万物既疗之寒冬，让你燕蔡国百姓四季不缺蔬食，此非救国之道乎？其二，补充盐分，强健体魄，腌制所需之盐融入菜中，日常食之，可潜移默化补充身体所需盐分，
让你燕蔡国子民在苦寒之中筋骨强健，不畏严寒，此非强族之道乎？你最后端起那碗白饭，就这一小口泡菜，扒拉了一大口，吃得津津有味。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下饭，只需区几根，便能让人酣畅淋漓，炫下整碗米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粮食紧缺之时，一点点泡菜就能让百姓撑过最难熬的日子。此乃维稳安邦、延续国祚之无上妙法啊！经史者如此极生存、强体、节俭、维稳之大成的国之重器，竟被尔等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贱物，这才是真正的买椟还珠。尔等日日追寻那些华而不实的礼仪器物，却对身边真正能强国富民的瑰宝视而不见，何其谬也！你这套结合了地理、军事、经济、哲学的连环炮，直接把燕蔡国使团轰傻了。金仁存张大了嘴巴，看着那碟泡菜，眼神从之前的嫌弃、不满，逐渐变成了震惊、恍然，最终化为无比的狂热。金仁存猛地站起身，因为激动，身体都在微微颤抖。他对着你深深一躬到地：“殿下，真乃天人也！外臣愚钝，竟不知我国日常之物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深意，救国之宝，无上圣物。殿下今日一席话，如同惊雷，震醒我等梦中之人。此恩此德，燕蔡国居国，莫齿难忘。”丁，宿主成功将佐餐小菜泡菜忽悠为蕴含天地之理、救国安邦的圣物，完成饮食文化概念的终极升华，改变燕蔡国的文化，获得忽悠点数10万点。燕蔡国使团众人在看向那几碟泡菜时，眼神已如同在看传国玉玺。他们小心翼翼地品尝，仿佛在品味国家命运的未来。你看着恨不得把泡菜汤都打包带走的金仁存，满意的笑了。搞定！这下泡菜在他们眼里恐怕比人参还金贵了。不知道他们回国会不会给泡菜坛子刻上国之重器，严禁思想。